遗言阿孙，我有个事情想要你帮忙。阿公，什么事啊？你二爷去世了，遗体送回了老家，按规矩需要长孙举一项，怕他们都不合适。阿公想让你回来帮个忙，风光的送你二爷最后一程。二爷，素未谋面啊！听说是爷爷的孪生兄弟，早年出远门，一直没回来过。给素未谋面的人当孙子吗？可这是爷爷的请求，还是答应了吧？好吧，爷爷，我请个假回去。正是这一决定，从此改变了伊言一生的轨迹。伊言向厂长请假后，独自驱车前往老家福人村。伊言凭借儿时的记忆找到老宅，停好车后，伊言走进老宅里，见到爷爷、父母和亲戚，他们站在灵堂两边，沉默不语。我到了，阿公。好，阿孙，先拜你二爷，拜四下。不愧是爷爷的孪生兄弟，长得太像了。死人不是要盖住容貌的吗？若是在葬礼上看到逝者的脸，并不吉利。但长辈们都没说什么，我这个接受唯物教育的小辈，倒也没什么机会的。短暂的呆滞后，伊言赶紧拜了丧头，起身时又忍不住看了眼棺材。只见二爷突然睁开了眼，把伊言吓得不轻。这旁边的人都没有反应啊！这难道是我路途奔波、舟车劳顿，产生了错觉了吗？不一会儿，在院子里，爷爷换了身，像巫师又像道士的怪异打扮，戴了傩面，拿着铃铛、黄符之类的法器，嘴里念叨起伊言听不懂的奇文。突然，一抹红闪过伊言眼角。啊，什么情况啊？那里怎么站了一个穿红衣红裙的少女在看着我？遗言阿孙，二爷的遗像交由你，到棺材前头领头走。那个女孩怎么不见了？如今年轻人都去了城里，农村少有人居住，怕是等老一辈都去世，这里就会变为荒村。那女孩大概就是村里最后一批年轻人。从接过遗像起，伊言就无由来的脊背发凉，那强烈的不适感让他很想停下来休息一下，但碍于出殡的场合，伊言还是忍住了。就这样，出殡的队伍一路来到了山上的坟地。遗言阿孙，你还好吗？阿公没事，可能就是有点累了。只见爷爷面向棺材，将一瓶黑色液体洒在棺材上，做起法来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我身体会有种不适感？视线中，棺材的盖子缓缓挪开。这棺材里怎么躺着的是我？难道又是错觉吗？这太诡异了。遗言阿孙，你跪在这里，一直拜到土埋完为止。啊，让我跪在这里，为什么我会感觉到身体本能的抗拒？这一世未免也太诡异了。阿公，我就站在这里吧，心意到了就行。爷爷不轻不重地拍了拍伊言的肩膀。好，阿孙，既然你不愿跪拜，也就算了。后续仪式有种草草收场的感觉。功德圆满，入土为安，是已去，生者须还。不多时，伊言等一行人祭拜完，回到院中。妈妈，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和以前一样。一言，天晚了，你部署山路，先在老家住下吧。妈妈，我明早还要上班，没人做活，厂长会急死的。一言，听话，再多请半天假。话没聊完，某个红色的身影再次吸引了伊言的注意。啊，那树下站着的不是在葬礼上看到的红衣女孩吗？她这种不明意义的笑是什么意思？很快，女孩就被林子遮住，消失在伊言的视野中。阿公，村里现在还有年轻人吗？有，还有几户小子。那其中有没有一个姑娘，10几岁的样子，爱穿红衣服？这我也不知。爸爸，你们今天几点到的福人村？很早就来了，开车来的，开黑色的车来的。爸的声音怎么怪怪的？这个红衣少女怎么又出现了？算了，这他妈诡异的事让我给碰着了，还是先给厂长打个电话吧。奇怪，没信号。那之前爷爷是怎么打电话通知我的？不行，我得走。等等，遗言阿孙，你在这住一晚吧。阿公准备了鱼汤。不用了，我回去也就3小时车程，到了给你们报平安。可能是我太累了，有错觉了。他怎么那副神情看着我？好可怕！思考间，伊言猛踩油门，车速越飙越快。这是什么东西的声音？好诡异！前面那是什么怪物车的？巨大恐怖
失误吗？我去，这下完了。只听见砰的一声，车子失控，撞到路边，坠入悬崖。喂，一言啊，咱不是说好今早会来上班吗？这都9点半了，你是想急死我吗？厂长，我坠崖了。你啥？卧槽，那赶紧叫救护车啊！不多时，救护车将伊言送往医院。出院后回到公寓，陈大结巴打来电话关心。喂，一言，听说你跳崖了，怎样？有没有缺胳膊断腿的？没事，我已经出院了。还有，你能不能说点好话？什么叫跳崖？那叫坠崖。你回老家一趟吧，你二爷死了，要办葬礼。要我去当他的长孙？是啊，爸爸求你了，快去吧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卧槽，电话怎么又响了？喂，一言阿孙，还记得我吗？一系列可疑电话让伊言陷入困惑和恐惧，他对身边的人和事产生了深深的怀疑，不知道谁可以信任。不多时，爷爷又打来电话，伊言决定再信任爷爷一回。阿公，哦，没事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阿公，你也要我参加葬礼吗？看来你已经遇到他们了，这可能是我唯一的线索，我必须去弄清楚。伊言在恐惧和疑惑中做出了艰难的决定，他选择再次相信爷爷，踏上未知的旅程，却不知前方等待他的是新的恐怖和陷阱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伊先生吗？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之前的车险赔款还有一份文件没签，希望您能尽快过来一趟。今天没空，改日吧。该签的我不都签过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份文件比较特殊，需要您先到事故发生现场拍照举证。这种烦人的要求，还真是有种只有保险公司能做得出来的感觉。但凡是让我改变行程的电话，我今天都不会相信了，干脆把手机调成静音好了。终于，伊言等来了13路公交车。这车型怎么这么老旧？乘客只有那么几个，司机怎么穿着制服趴在方向盘前面只看前方？这么奇怪，难道又有什么事要发生？阿妈，我想吃东西。宝儿，再忍一忍，马上就到了。我们要去哪啊？当然是回家啊。为什么要回家？傻宝儿，这边海市好歹是2线城市，居然还有这么破旧的公交，怕不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了。奇怪，从我上车开始，这辆车完全没有停靠，且不说是不是司机飞了闸，这一路段应该有很多十字路。妈妈，快到了，我们快到家了。是啊，宝儿到家了。亲爱的乘客，欢迎您搭乘本次公交，下一站福人村。卧槽，福人村，我玩没完？大哥哥，你也到家了吗？停车！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你还开什么车？要不要看看里头载了些什么玩意儿？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卧槽，这司机不会是机械的吧？啊，这辆车已经走在山路上了，不能再坐一代。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卧槽，本来想去按司机手边的车门键，可下一刻手按就被抓住了，而司机的手一直都没有移开过。那么这次又是谁在抓住我呢？伊言低头看去，却见那本应坐在后座的中年男人，身体有如被拉长的面团，以人类难以做到的诡异姿态趴在他的脚边。一言回家！去你丫的！伊言大吼一声，从腰间抽出一把切肉刀，全力砍向男人。只是一瞬间，男人就断成了几截，切口处流出浓稠的血水，发出带有共鸣的呕吐音。滚！又是一刀捅向司机的脑袋，正巧插在他的眼球上，血水再次爆浆而出，带着腥臭溅了一身。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小伙子，过来把刀捅向我的脑袋呀！卧槽，这都是些什么鬼啊？恰好这时，车辆撞到了什么，发生震动，无人掌舵的公交车撞断护栏，坠下山。妈妈，那个哥哥好可怕啊！嘘，别出声。小伙子，咱把刀放下好不？别做傻事啊！大哥，你小心点，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脑子有问题。卧槽，难不成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幻境吗？这也太失态了吧！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什么？你们报警了吗？哦对，师傅你们先报警。等等，别报警，我就是工作压力大了点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劳驾问一句，我刚刚都做了什么？小伙子，你记不清了吗？你刚刚发疯似的乱叫乱砍，还差点给自己开了瓢。要不要我帮你通知精神病院？哎，不用，我正常的，你们没受伤就好。
司机电话留一个吧，损坏的公务都由我来承担赔偿。又费了一番口舌后，一言终于在无人报警的前提下下了公交。这趟公交真是亏大了，花了冤枉钱不说，还差点把命搭进去。要是那些司机乘客们说话不算数报了警，我还得被叔叔们请去喝茶。我真的疯了吗？为什么身体不受控制了？而目前有希望帮我摆脱困境的，除了精神科的大夫，貌似就只剩下把他知道些什么的亲爷爷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伊先生吗？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之前的车险赔款还有一份文件没签，希望您能尽快过来一趟。今天没空，改日吧。该签的我不都签过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份文件比较特殊，需要您先到事故发生现场拍照举证。这种烦人的要求，还真是有种只有保险公司能做得出来的感觉。但凡是让我改变行程的电话，我今天都不会相信了，干脆把手机调成静音好了。终于，一言等来了13路公交车。这车型怎么这么老旧？乘客只有那么几个，司机穿着制服趴在方向盘前面直看前方，这么奇怪，难道又有什么事要发生？阿妈，我想吃东西。宝儿，再忍一忍，马上就到了。我们要去哪啊？当然是回家啊。为什么要回家？傻宝儿，这边海市好歹是2线城市，居然还有这么破旧的公交，怕不是上个世纪的老古董了。奇怪，从我上车开始，这辆车完全没有停靠过。且不说是不是司机飞了闸，这一路段应该有很多十字路口。妈妈，快到了，我们快到家了。是啊，宝儿到家了。亲爱的乘客，欢迎您搭乘本次公交，下一站福人村。卧槽，福人村有完没完？大哥哥，你也到家了吗？停车，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你还开什么车？要不要看看你都载了些什么玩意儿？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卧槽，这司机不会是机械的吧？啊，这辆车已经停在山路上，不能再做一排队了。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卧槽，本来想去按司机手边的车门键，可下一刻手腕就被抓住了，而司机的手一直都没有移开过。那么这次又是谁在抓住我呢？一言低头看去，却见那本应坐在后座的中年男人，身体有如被拉长的面团，以人类难以做到的诡异姿态趴在他的脚边。一言回家！去你丫的！一言大吼一声，从腰间抽出一把切肉刀，全力砍向男人。只是一瞬间，男人就断成了几截，切口处流出浓稠的血水，发出带有共鸣的呕吐音。滚！又是一刀捅向司机的脑袋，正巧插在他的眼球上，血水再次爆浆而出，带着腥臭溅了一身。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乘客，车辆行驶中，请坐好。小伙子，过来把刀捅向我的脑袋呀！卧槽，这都是些什么鬼啊？下午这时，车辆撞到了什么，发生震动，无人掌舵的公交车撞断护栏，坠下山。妈妈，那个哥哥好可怕啊！嘘，别出声。小伙子，咱把刀放下好不？别做傻事啊！大哥，你小心点，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脑子有问题。卧槽，难不成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幻境吗？这也太失态了吧！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什么？你们报警了吗？哦对，师傅你们先报警。等等，别报警，我就是工作压力大了点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老家问一句，我刚刚都做了什么？小伙子，你记不清了吗？你刚刚发疯似的乱叫乱卡，还差点给自己开了瓢。要不要我帮你通知精神病院？哎，不用，我正常的，你们没受伤就好。司机电话留一个吧，损坏的公务都由我来承担赔偿。又费了一番口舌后，一言终于在无人报警的前提下下了公交。这趟公交真是亏大了，花了冤枉钱不说，还差点把命搭进去。要是那些司机乘客们说话不算数报了警，我还得被叔叔们请去喝茶。我真的疯了吗？为什么身体不受控制了？而目前有希望帮我摆脱困境的，除了精神科的大夫，貌似就只剩下亲爷爷了。是阿孙吗？阿公是我来了，快进来。阿公，你什么时候搬到滨海市的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你到滨海市工作时，我就一起搬过来了。那么早，
也就是说，阿公你早就不住在福人村了。我之前接到了阿公你的电话，让我回村里参加二爷的葬礼。福人村，爷爷听到福人村这3个字，明显严肃起来。什么？你去了吗？去了。我今天突然打电话给你，是因为一盏长明灯灭了，就感觉有不好的事要发生。你所见的是一群无人知晓来历的怪异之物，我们称之为人言痴，也就是伪人。他们善于伪装成人类，大部分模仿拙劣，但也有能以假乱真，甚至完全成为人类。那参加二爷的葬礼等一系列事，莫非是伪人所为？二爷确实有这么个人，只是在你未出生前，二爷就死了。关于二爷，爷爷不愿意再说更多。很快，遗言与爷爷秉烛夜谈许久，却依旧没办法解除所有疑问。伪人为什么会盯上我呢？为何要我去当二爷的长孙？我为何会进入仿佛梦境的另一个世界中？那个红衣少女也是伪人吗？伪人的手段本就千奇百怪，会影响你的精神，看到幻觉。爷爷在年轻时是道法世家的一名除魔道士，和伪人互相博弈了大半辈子。当年让你们一家搬离福人村，为的就是能远离伪人。或许阿孙命中注定要与伪人纠缠，我多年的努力还是被一通诡异的电话化为了泡影。阿孙，你先暂住我这里吧，这屋里有鬼谷仙师庇佑，不干净的东西进不来。遗言还在思考中，恰时手机响了起来，是陈大结巴打来的。陈大结巴本名陈大力，是遗言在兴业屠宰场的工友。遗言，你倒是开门啊！我敲门敲得手都要断了。你来我家了呀？可我人在外面。啊？啥？我他妈请了假大老远跑来，你跟我说你不在，那真是辛苦你了。很不巧，我现在在我爷爷家。不是，哥们，为了请这个假，我跟厂长嘴皮子都要磨破了。骗他说我今天手抖容易砍到自己，他才放我走的。你让厂长再去招人吗？总不能指望我俩养活整个厂吧？电话那头一直传来砰砰砰的响声，陈大力还在敲门。我操，陈大力，你是想把我家门砸了吗？我都说我不在了，能不能别敲了？这时，电话那头突然传来轻微的开门声，从说话距离可以听出陈大力放下了手机。哇，遗言，你这就不厚道了，你这不是开门了吗？还说不在家。随后电话被挂断了，遗言呆愣了2秒。我操，我家就我一个人住，谁给陈大力开的门？赶快回拨个电话吧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我操，陈大力的电话打不通，难道是遇到伪人了？万一他遭遇不测，岂不是我以后要多个伪人工友了？太可怕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遗言拿着昨天爷爷给的一些不知道靠不靠谱的应对伪人的符纸，急匆匆地回到自家住的地方明星公寓。我家在18层，而电梯口显示目前电梯就停在18层，大概是陈大力上去后就没人再用过了。还没等遗言思考完，电梯下来了，里面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，身穿西服，手提公文包，带着商务性质的微笑。您好，先生，不进来吗？进来。卧槽，我是上去的呀，怎么跑到负2层了？电梯降到负2层的地下车库，西装男下了电梯，很快又往1楼上去了。18层的按钮在哪里呀？卧槽，这个斜面好熟悉。我身侧怎么静悄悄地站着一个男人？这跟刚才的那个人除了面容不同，穿衣装饰都一样啊，怎么进电梯时我没有注意到他？您好，先生。应该是来公寓推销保险的，很可能是前后脚刚好来了2个，赶紧到18层就完事了。卧槽，电梯怎么在2层停下了？卧槽，怎么又是和刚才那2个一样穿着西装革履的男人？你好，先生。然后是3层，又进来一个。您好，先生。接着是4层、5层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整个电梯就站满了整齐划一的微笑西装男。好家伙！看这情况，还是下次电梯开启时冲出去吧。可真等到电梯门开时，走廊外同时出现2个西装男，挡住了本就不宽的电梯口。您好，先生。卧槽，怎么还是2个人挡着呀？要是我这几天没遭遇过伪人，或许会以为这是哪个电视台在搞新花样，学国外做起了整蛊节目呢。下次电梯打开时，无论外面如何，我都要一口气撞出去。当电梯门打开时，
却见外边走廊上密密麻麻的挤满了穿西服的男人，走廊上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。你好，先生。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没看错吧？数字前面什么时候多了个负号？哪栋大楼能做到负8层啊？这是地铁吗？随后电梯上升，楼层的数字却是越来越小，负9层、负10层、负11层，一直到负18层。你好，先生，你好巧。绝对不能在这时候出去电梯，否则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昨天听爷爷说，大部分伟人其实并不理解人类的行为，相当于鹦鹉学舌，只不过不止模仿声音，而且他们似乎很希望被认为是人类。因此我猜测，只要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暴露身份，就不会和人撕破脸，还是赌一次吧。那这样吧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跟在你们后面。西装男集体陷入沉默，他们竟真的迈着步子一个个的走了。哈哈哈，你们的智商是真不行啊！电梯门缓缓合并，可最后的当口，一只举着公文包的手突然伸了进来，那只手被夹住，不停的抽搐，手上的公文包跟着乱晃，有些滑稽。只能说，通往18层地狱的电梯貌似不够安全，建议阎王爷改进一下。恰时，电梯发出超时的警告，带着锈迹斑斑的呻吟声，坏掉了。1下2下3下，整个电梯晃动起来，好似要塌陷掉。妈的，停了！咔嚓咔嚓，断腕处涌出血水，断肢连同公文包被留在电梯里，电梯继续向上驶去。您好，先生。卧槽，怎么又来了？只见西装男的嘴角咧到耳根，突兀的抬起公文包，包口打开，从中伸出数十只没有血色的人手，一言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人手缠住了全身。妈的，你好，先生。西装男的身体不断抽搐，重复着问候的话语。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先生。快按住他，把刀拿下，别被他伤到了。哎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疯病，还是命苦。你们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就快到了。你们看他是不是不动了？我怎么跑到大街上了？记得明明是在公寓电梯里啊！卧槽，这一切又是伟人所为。如果跟他们解释我遇到伟人了，他们会信吗？各位听我解释下。解释啥呀？警察一会就来了。哪个是一言？有人报警你发疯似的乱砍乱叫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时走来个中年妇女。哎，这不一言吗？他犯什么事了？刘姨，平常我们会互相送一些猪肉蔬菜之类的东西，他还一直想把女儿介绍给我，只不过他女儿看不起我一个杀猪的，我也不想自找没趣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刘姨，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？我觉得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，我是在公寓电梯遇到了伟人，所以才这样的。误会？哪有误会？你发疯的样子大家都看着呢。大家伙，我相信一言他不是会做坏事的人，我能证明的。你们看看能不能先放他走。警官，我想去看一下公寓电梯的监控录像，弄清楚了事情的经过，你们再带我走也不迟。那好吧。在一言的要求下，公寓保安打开了电梯监控回放。一开始画面中确实有个西装男去了负2层，但在那之后乘电梯的从始至终就剩下一言一人。电梯上升后，一言突然毫无征兆的大笑大叫，掏出刀胡乱挥舞。电梯门在18层打开，一言没出去，直到电梯又降回1楼。看到了吧，大哥，你刚真打了鸡血似的乱砍乱叫。谢谢你们阻止我，我诚挚的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随后一言就被带去了派出所。为什么要随身携带管制刀具？因为我最近遇到伟人了，需要用来防身。什么人啊？那监控录像不都看得清清楚楚？小伙子，你还是尽快去医院检查检查脑袋吧。由于没造成严重的后果，一言很快就被释放了，徒步走回公寓楼。路过保安室时，被那胖保安叫住了。小伙子，这包是你的吗？卧槽，这不是电梯里我被夹到的伟人的包吗？你在哪找到的？电梯啊，我看了监控，你进电梯之前这包都不在的，你进了以后才有的，难道不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我的，谢谢。我或许真的是疯了，但这些现实中的证据似乎又在提醒我，之前的经历其实是真的。我一定要查明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。看这情况，还是下次电梯开启时冲出去吧。可真等到电梯门开时，走廊外同时出现2个西装男，挡住了本就不宽的电梯口。您好，先生。卧槽，怎么还是2个人挡着呀？要是我这几天没遭遇过伟人，或许会以为这是哪个电视台在搞新花样，学国外做起了整蛊节目呢。下次电梯打开时，
无论外面如何，我都要一口气撞出去。当电梯门打开时，却见外边走廊上密密麻麻的挤满了穿西服的男人，走廊上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。你好，先生。副把层，什么玩意儿？没看错吧？数字前面什么时候多了个符号？新大楼能做到负8层吗？这是地铁吗？随后电梯上升，楼层的数字却是越来越小，负9层、负10层、负11层，一直到负18层。你好，先生，你多久？绝对不能在这时间电梯，否则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昨天听爷爷说，大部分伟人其实并不理解人类的行为，相当于鹦鹉学舌，只不过不止模仿声音，而且他们似乎很希望被认为是人类。因此我猜测，只要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暴露身份，就不会和人撕破脸。还是赌一次吧。那这样吧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跟在你们后面。西装男集体陷入沉默，他们竟真的迈着步子，一个个的走了。哈哈哈，你们的智商是真不行啊！电梯门缓缓合闭，可最后的当口，一只举着公文包的手突然伸了进来，那只手被夹住，不停的抽搐，手上的公文包跟着乱晃，有些滑动。只能说，通往18层地狱的电梯貌似不够好，建议万言改善一下。霎时，电梯发出超时的警告，带着锈迹斑斑的呻吟声，坏掉了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整个电梯晃动起来，好似要塌陷掉。妈的，疯了！咔嚓咔嚓，段万处涌出血水，段枝连同公文包被留在电梯里。电梯继续向上驶去。您好，先生。卧槽，怎么又来了？只见西装男的嘴角咧到耳根，突兀的抬起公文包，包口打开，从中伸出数十只没有血色的人手。一言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人手缠住了全身。妈的，你好，先生。西装男的身体不断抽搐，重复着问候的话语。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先生。快按住他，把刀拿下，别被他伤到了。哎，你记清清学得了封病，还是命苦。你们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就快到了。你们看他是不是不动了？我怎么跑到大街上了？记得明明是在公寓电梯里啊！卧槽，这一切又是伟人所为。如果跟他们解释我遇到伟人了，他们会信吗？各位听我解释下。解释啥呀？警察一会就来了。哪个是一言？有人报警你发疯似的乱砍乱叫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这时走来个中年妇女。哎，这不一言吗？他犯什么事了？刘姨，平常我们会互相送一些猪肉蔬菜之类的东西，他还一直想把女儿介绍给我，只不过他女儿看不起我一个杀猪的，我也不想自找没趣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刘姨，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？我觉得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，我是在公寓电梯遇到了伟人，所以才这样的。误会？哪有误会？你发疯的样子大家都看着呢。大家伙，我相信一言他不是会做坏事的人，我能证明的。你们看看能不能先放他走。警官，我想去看一下公寓电梯的监控录像，弄清楚了事情的经过，你们再带我走也不迟。那好吧。在一言的要求下，公寓保安打开了电梯监控回放。一开始画面中确实有个西装男去了负2层，但在那之后，乘电梯的从始至终就剩下一言一人。电梯上升后，一言突然毫无征兆的大笑大叫，掏出刀胡乱挥舞。电梯门在18层打开，一言没出去，直到电梯又降回1楼。看到了吧，大哥，你刚真打了鸡血似的乱砍乱叫。谢谢你们阻止我，我诚挚的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随后一言就被带去了派出所。为什么要随身携带管制刀具？因为我最近遇到伟人了，需要用来防身。什么人啊？那监控录像不都看得清清楚楚？小伙子，你还是尽快去医院检查检查脑袋吧。由于没造成严重的后果，一言很快就被释放了，徒步走回公寓楼。路过保安室时，被那胖保安叫住了。小伙子，这包是你的吗？卧槽，这不是电梯里我被夹到的伟人的包吗？你在哪找到的？电梯啊，我看了监控，你进电梯之前这包都不在的，你进了以后才有的，难道不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我的，谢谢。我或许真的是疯了，但这些现实中的证据似乎又在提醒我，之前的经历其实是真的。我一定要查明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。1、2、3、4、5，少了一张，也就是说，我确实是用了一张符纸的，可监控里根本没有我使用符纸的画面。难道伟人不仅可以影响手机信号，还能改变监控录像吗？思考之际，手机再次响起，是陈大力打来的。喂，一言，你有病吧？
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干啥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之前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怎么不接？合着我忙活半天是自己没事找事。一言准备挂断电话，可随即陈大力的一句话让一言停住了动作。喂，奇了怪了，一言你什么时候打的电话？我俩不是一直在一块吗？陈大力，你现在在哪？啊，我在厕所拉屎啊。别废话，在哪的厕所？在旧山这儿啊。不是你自己说要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吗？还是我开车载你来的？旧山是滨海市本地人对某城郊公园的称呼，那地方位置偏僻，10几年前虽也是市民首选散步地点，但随着市中心转移，加上市里有了新公园，去旧山的人就变少了。陈大结巴，你也不想想，我怎么可能叫你去旧山那破地方？要去咱也是去新公园啊！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别吓我！我今天可一整天都没见到过你，听着结巴，我现在就在明星公寓，你不信我可以视频通话。一言，救救我！卧槽，信号也变差了，通话好像要断掉。结巴，你遇到伟人了，我要揭穿他们。脱身，我在明星公寓等你。什么意思？此时电话中断了，一言回拨过去，果然又是无人接听。这次不想再逞英雄了。现在我遇上怪事的时候，你也让我找他面谈。而不是在电话里说清楚是有原因的。他们世家有一准则，只救看得见的人，如果没办法亲自和求助者碰上一面，无论是寄信还是托人转告，他们都不会动身。至于为什么，爷爷说是牺牲无数人的经验，不亲自碰面就无法确认求助者的真实身份。万一求助者已被伟人所害，一切只是伟人设的局，自己就会陷入危险。上次我尝试帮助陈大力，确实只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。一言回来了，上次派出所的事情怎样了？没事了，刘姨，麻烦您费心了。哎，没事就好。一言，我之前说的关于晶晶的事，刘姨，我就一杀猪的，现在脑子可能还出了问题。晶晶她不愿意，就算了吧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不会真的要我嫁给一个杀猪的吧？刘姨，没事的话，我进屋去了。一言在掏钥匙时，发现了一件更值得关注的事。哦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把这玩意儿扔垃圾桶里了吗？我操，不会又有什么事要发生吧？你刚刚有看到我拿着这个包吗？哼，杀猪的就是杀猪的，以为提个公文包就是老板了。此时陈大结巴打来了电话，遗言，我出旧山了，现在马上去公寓找你。看来陈大力的运气和我一样好，不至于在伟人手里一个照面就玩完。遗言再次来到公寓1楼，扔掉公文包，路过保安室时被胖保安叫住了。一大哥，你刚刚上楼那会儿，警局那边又有人来了。又怎么了？应该跟我没关系吧？哎，我说了，你可别被吓到，地下车库那儿啊，死人了。你猜死的是谁？哎呦，是那个穿西装的，在电梯里跟你搭过一句话的那个。什么？那胖保安似乎很满意遗言的反应，龙飞凤舞的接着八卦。我听说死相可惨了，失血过多，身上全是血乎乎的刀口子，手掌还硬生生被切断一只。要不是一大哥你有不在场证明，怕是得再被叔叔们带走一次。那西装男的死状，如果真如保安所说，怎么想都不可能是巧合。会是我杀的吗？很快，陈大力的车到了。库里南还是陈大力好，有个好爹，非要在他大学毕业那年送他一辆库里南。以他杀猪的工资，八竿子也买不起这种程度的车。他就是那种如果不自己打拼一番事业，就得回家继承家业的富少爷。李晶晶一眼就看到了公寓外的豪车，眼睛一下就亮了，展示出了拜金女的面目，做出一副好奇宝宝的神色，向陈大力搭讪。Hello， 小哥哥是在等人吗？啊，算是吧。哦，在等谁呀？难道是在等帅哥？帅是比我帅一点吗？哎，遗言就在这里，我可算见到你了。一言，你有事吗？什么叫我有事？我和朋友见面呢。你和这位师傅认识，也请不要妨碍人家工作好吗？万一人家车主来了，看车前站着这么多人，会不开心的。遗言，你朋友吗？邻居，不熟。哦，那就好。看来我哥们也是有眼光的，不至于勾搭上这种女人，简直是茶香四溢啊！你敢骂我？你这臭司机，长得丑也就算了，还没素质，活该做一辈子司机。遗言，上车我们走吧，不与他争吵罢了。遗言，我今天确实去了你家，给你打了电话，而后就像在电话里听到的那样，你开门了，约我一起去旧山散步，而后就有了咱俩在厕所的那通电话。嗨，你是不知道当时有多吓人，手机没信号以后，我一开厕所门啊，我去。那两个假货就跟个僵尸一样站在外面，差点没和我撞上。哎，回想起来，我也有点后怕。我家竟被伟人悄无声息的入侵了。当时我和保安几人到18楼求证，家里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就好像我真的发疯了一样。伟人专门喜欢挑落单的人下手。遗言继续向陈大力问道：“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你当时说不能揭穿他吗？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，差点露馅了。好在哥屁股一紧，急中生智，骗那玩意儿说我冷，要回车上拿衣服。”然后开车一溜烟跑了。一阵调侃后，遗言也跟陈大力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包括去福人村参加二爷葬礼，再到公交车上的遭遇，以及爷爷告诉他的事情。但遗言特意忽略了电梯里的西装男，因为他不想让陈大力觉得自己是个杀人。
你确定不跟我爷爷见一面？下次吧，我现在只想回家躺着，点份炸鸡吃。在哪躺不是躺啊？回家后又见到不干净的东西怎么办？呸！乌鸦嘴，走了。这3张符纸给你，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哇，好。爷爷说过，主动接近伟人之人，一辈子不会被伟人侵扰。陈大力当时是主动来找我的，也算是主动接近伟人，但告知他这些，也只是让他惶惶不可终日罢了。所以，我把这句话和西装男的事一起藏在了肚子里。陈大力只是不巧被我连累了一次，以后就能回归正常生活。遗言回到爷爷家中，迎面看到的又是庄严的鬼谷像以及悠悠的长明灯。不对，我刚刚拿着什么？我很确定自己把公文包扔进了公寓的垃圾桶。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难道世间不仅有伟人，还有伪包伪邪吗？还是烧掉它吧。遗言找到爷爷烧金纸用的铁桶，在楼外找了个空旷的角落，把包扔进桶里，浇上酒精，又投进一张符纸，点火焚烧。火焰窜得很高，散发出奇怪的焦臭味。小伙子，你在烧什么？阿婆，您找我？哈哈，闻到味道过来看一眼罢了。老妇人脸上爬满皱纹，笑起来却很有韵味。她看向铁桶里的火光，不知在想着什么。哎，一个人过活以后，老婆子我也是无聊的很啊。老了，小伙子过来一下，让我仔细看看你，好吗？好。真像啊，你有我那老头子年轻时7、8分神韵，当年我被他迷的哟。你也是，我觉得你年轻时一定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。遗言话刚说完，才发觉老妇人话里有话。那可当然，不然我的好孙儿怎能长得这般俊俏呢？好孙儿，这是奶奶吗？奶奶30年前不就走了吗？好孙儿，你给我烧了东西，我也得给你点回礼才行。以后可别忘了阿妈。对了，也别忘了照顾好你的老阿公，他其实跟个小孩似的，喜欢钻牛角尖。遗言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站在铁桶前，桶里的东西出奇的少，只有一撮燃尽的符纸以及未燃尽的火光。老妇人已经消失不见。卧槽，这是又看到幻觉了，还是真见到了鬼？等爷爷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跟他问问阿妈的事。遗言刚整理好东西，爷爷后脚就回来了。他穿着道袍，面容中透出疲惫。阿公，你去干什么了？一整天都打不通电话。我去确认了一点事情，你爸妈和叔伯们都还在，但这段时间你们不要碰面为好。遗言知道父母们没有被伟人所害，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是放下了。接着跟爷爷说了经历的种种事情，爷爷给他解释了一番。首先是符咒，这东西不用打火机点火，只要沾到伟人就会起作用，对付道行低的伟人已经足够了。至于你之前遇到的西装男，则又是看到了幻觉，符咒是恰巧用掉的，地下车库嘎的那人也只是个巧合。随后爷爷又向遗言提出了问题：阿孙，你确定自己用刀伤到了人言痴？是啊，公交车上捅了2个，电梯里也切了个手下来。幻觉罢了。我能感觉到爷爷对此的态度有些敷衍，应该在对我隐瞒着什么。但以他老人家的性子，我问的再多也很难得到不同的答案，还是问问奶奶的事吧。你奶奶在30几年前就走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阴间地府等等也不过是古人的幻想。阿孙，明天我们一起去趟福人村。一听要回村里，遗言马上紧张起来。啊，回福人村干什么？放心，我不是人言痴，不为引你回去。你在福人村遇到的是个有道行的家伙，我今天过去扑了个空。阿公，你果然去找伟人了呀？我叫了几个认识的能人，明天会和我们一起去福人村除魔，但需要你帮忙把人言痴引出来。但愿这之后你能回归正常的生活。阿公，可你不是说主动接近人言痴的人一辈子都会被侵扰吗？凡事总有例外的，事成之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免得又被怪异缠上。第二天，遗言和爷爷早早在明后街旁等待了。没多久，路那头驶来了一辆7座商务车，车上走下来5个人，其中2个老道，年龄和爷爷差不多，还有3个是年轻人。这几个倒是就是爷爷所说的世家之人。尹世昌，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，许久不见，你也是老得不成样了。文宏，我还记得世昌他当初信誓旦旦说这辈子都不会再和家族有交集，没想到这次为了孙子的你，这嘴硬的家伙竟服软。你就是遗言，根骨怪异，其影无形，确实不是学道法的料。只可惜曾经的一家大能，一身本领竟落了个无人传承的境地。世昌前辈，您说好要将那本万变符术交给遗家，事后可不许反悔。
一家本就分支众多，他们和爷爷虽然同姓，却隔了不知道多少代，几乎没有亲缘关系。这3个年轻道士颇有些道貌岸然的样子。我不是请你们来说风凉话的，快出发吧。事成之后，我自会把书送过去。司机也是个年轻道士，戴着眼镜，从一言上车起就没说过话。爷爷，能不能把对抗伟人的本领教给我？我气不过那几个臭道士这样说我爷俩。一言，阿公不是不想教你，只是更希望你做个普通人。2小时后，车子来到了通往福人村的山路上，车窗外暗如黑夜。车里的道士突然扭过脖子看向一言，他们变成了一副塑料人偶的模样，庄严与口鼻皆是黑漆漆的空洞，像用工具生生凿出来一般，边缘并不规则。一言下意识伸手掏刀，却摸了个空。完了，大虚弱，没带武器。之前我对伟人捅的捅，杀的杀，也算积累了一些胆识，但现在怎么办？难道要用拳脚功夫吗？到家了。这时，一言感觉手里握住了什么东西，是一只长长的发簪。这不就是那老夫人头上戴着的簪子？难道这就是奶奶说的回礼？可这东西是用来防身的吗？算了，还是把它当成匕首用吧。阿公，快，有符纸吗？有。可随即，爷爷却没将符纸丢向那些道士，而是一掌贴到了一言的额头上。一言感到脑袋一阵发热，在眨眼时，那群道士已经恢复了最初的人样。世昌，你的孙子怎么还得了疯病？等会儿你要把他看好了，别在除魔时出了问题。不用担心，一言这边我会照顾好。疯病就是疯病，以后治治就好了。不多时，车子来到了福人村。让一言意外的是，这村落和上次来时大不相同。这里已然是个荒村，破败死寂，荒无人烟。我上次前来才是3天前的事情，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？阿公，我现在看到的应该不是幻觉吧？别想太多，你的病总会好起来的。难道从我参加二爷的葬礼开始，看到的一切全都是假的吗？不可能，我怎么会从一开始就有精神问题？爷爷究竟在对我隐瞒着什么？又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？爷爷看着荒芜的村落，一言跟随他的视线，瞳孔突然一凝，冷色调的村舍中出现了一抹红色的身影。一言，看什么？小疯子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们真的没看到吗？当一言在看去时，那红衣少女已消失在视线中。无法确定虚实的不安定感，一时有些恼怒。我究竟还能不能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了？我现在看到的东西，到底又有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？小疯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金光，别那么多废话，你也想像那些没礼貌的小辈一样嘲笑我孙儿吗？别那么说嘛，世成，你孙子又不是几岁孩童，让他说说看到了什么。我真的看到了，那边有人。一言话说一半，最后还是咽进了喉咙里。爷爷攥紧了一言的手，视线中那苍老的脸上竟有一丝恳求的神色，求一言不要再说了。我好像理解了什么，难道说有什么事情不能被这几个世家人知道吗？众人来到了一家老宅，这宅子怎么与福人村其他房屋不同？崭新如初，开放式正厅里被装饰成灵堂，摆着一口空荡荡的大棺材，除了棺材里没有尸体，简直和我上次来到这里时一模一样。你们别轻敌，这次我请你们来，就是因为这里的东西不好对付。世昌前辈，你已脱离世家许久，不知现今我等的实力，就不要妄自给出建议了。血桃木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在用这东西，真是没有长进。世家的决定，无需你一个外人费心。事成之后，可别忘了万变符术。百生，你还没见过真正厉害的怪异，连世昌都说不好对付，确实是要认真一点的。一言，事先说好了，等会儿除魔的时候你可别发疯，尤其不要乱说话。你死也就罢了，还得连累我们。我发疯也请你们想办法兜着，准备收我爷爷的报酬，服务却做不到位，也配称是除魔世家。你居然敢对一家出言不逊，知道我们在京城的地位吗？乡巴佬，回去给你扎个小人，让你大病10天半个月。好了，别吵了。一言阿孙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好好站在这就行了。爷爷叮嘱完，就和几名道士去了院子里。一言一个人看着空荡荡的棺材，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小言，你回来了。一言，听话，给你二爷磕个头。一言下意识想回话，想起爷爷的叮嘱，没有开口。一言，你的工作还顺利吗？一言，你喜欢夏天吗？一言，这是你的牙齿，把它扔到屋顶上吧。一言，我们早点做完，一起回去吧。这话语的内容怎么愈发怪异，最终变为毫不相干的零碎词句，令我头痛痛的。
纷乱嘈杂的语句中，一言不知为何躺在了二爷的棺材中。阿孙啊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躺在了二爷的棺材里？非人非人，非吃非吃，没能把你变成信徒，我也要把你献给他。卧槽！我总算反应过来了，这人才是真正的二爷。一开始叫我去福人村的，从来不是我爷爷，而是我的二爷。他并不像爷爷说的那样死了，他还活着。二爷，你想干什么？一言阿孙，你二爷早就死了，无需再过问，放心睡吧。卧槽！这二爷的装束外貌却突然变成了爷爷的模样，连说话语气都没有差。功德圆满，入土为安，逝者已去，生者须还。一言感到身体如坠冰窖，口鼻之中似乎流出了液体，让他难以呼吸。这时手中又出现了某样物品的触感，是奶奶的发簪。妈的，敢骗我，拼了！一言大脑一阵晕眩，隐约听见远处传来伊文宏的大喊：易世昌，你居然把我们骗来对付你弟弟，你是要害死我们吗？别废话，不想死在这里就帮忙处理。可恶，这是我跟你没完。卧槽，我还是站在老宅的正题中呀，这老宅怎么变得那么古旧了？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院子中央只剩5个人站着，分别是爷爷伊文宏、伊景光、伊国生以及那个道士司机。一人三躺倒在了地上，死状凄惨，伊有路倒还活着。他跪在地上哭嚎，左右两臂已消失不见。振作点，百胜，现在放弃，我们都得死。爷爷，那家伙不是伟人，是更厉害的怪异，我们今天逃不掉了。别说丧气话，方才好像受伤了。希望。一会儿，朦胧的视野中凭空出现了无数人影，看不清面容，但根据他们的衣物可以看出是出殡时见过的福人村村民。人言吃，好多人言吃。原来如此，这个村的村民不是走光了，而是全被人言吃顶替了。对，都怪那个伊言，这一切肯定都是伊世昌和他孙子联手算计好的，为的就是报复我们伊家。生，哈哈，没错，祖训说的没错，无救托人求助者，否则不得善终，不得善终啊！哈哈哈。不要动祖坟，祖坟里的东西不能重见天日，这是我家世代的大忌讳。然而这个忌讳却被我父亲打破了。爷爷得知此事，急得大口吐血。等赶到祖坟时，已经晚了。父亲红着双眼下了第一铲，原本还有点亮光的天戛然黑了，天色昏暗无比，纷纷怒吼的雷声宛若神魔在怒斥。爷爷在一旁大喊：“不能挖，不能挖！大祸，伊家的大祸啊！完了，阴宅被绝，鬼神是天，伊家大祸，伊家大祸临头啊！”父亲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祖坟被彻底刨开，重见天日。轰！一道惊雷撕裂天际，他直勾勾望着祖坟里面，手中铲子无力滑落。父亲走到祖坟那边，没人知道父亲在祖坟里见到了什么，父亲是怎么死的。唯一的见证人爷爷也在那次后成了痴呆的傻子，整日念叨着一家大祸，一家大祸。我是个早产了4个月的早产，出生那天我娘疼得嚎啕大哭，村卫生所没有办法，村长当即安排人开拖拉机拉我娘进城。拖拉机轰轰直响，可当我娘一上车，拖拉机突然就熄火了。任由开车的人怎么调试，就是打不起火。一边我娘疼的哭爹喊娘，村长也急得直挠头，转头就喊人牵牛车。牛车虽没拖拉机快，但起码也能走动不是？跑去牵牛车的人很快就满头大汗的回来了。村长，那牛疯了，那牛跪在地上死活都不动，我鞭子都快抽烂了，那牛倔得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。妈了个巴子！一碰到是各种破事都来了，畜生不行，人拉着进城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好不容易把我娘抬到架车子上，正准备进城呢，一声逆而起，暴雨如瓢泼，乡间的泥洼小路被暴雨一淋，顿时泥泞的不行。架车子没走多远，就陷在泥里出不来。村长喊来几个有力的小伙子，一同过来拉车，可那架车子宛如扎根在泥里了一样，死活都不动。我娘疼昏了过去。这像是老天故意和我们一家人过不去，不想让我出生。但天算不如人算，一个道士进村避雨，刚好撞见了这一幕。这道士手沾点泥土，在架子车上画了几下，随后轻轻一推车子，就出了泥坑。那些个青壮年看傻了眼，他们几个人都推不动，这老道一只手就行，于此时也停了。村长感恩道谢的请老道进村歇息，可没一会，一众青壮年却也回来了。你们咋回来了？碰到魏爷了，他刚从城里回来，说大路堵车，他知道村西头一条小路快得很，也不泥，留2个人拉过去就行了，让我们回去换身衣服，再找2个婆姨去医院看护。你的娘大白天说什么鬼话？魏爷前天在医院病死了，昨个在城里火化的，你咋能瞅见他？村长，你别逗我，
咋能逗你？昨天我和魏家媳妇一块看着魏爷火化的村西头的小路，那是通往那边荒坟的。这时，村长发现了些不对劲，他盯着汉子一群人来回看。你说几个人拉架子车？2个呀。可他妈蛋！我喊了你们10个人，现在你们10个都回来了，你跟我说2个人拉车？10个人都回来了，那车被谁拉走了？谁拉的车？这时老道起身离开时说了一句：“车不是被人拉走的。”第二天凌晨，老道一个人拉着架子车回来了。车上，我娘怀抱着浑身黑青的我喂奶，村里的婆娘看热闹凑上去。我看那生人不哭反笑，嘴角慢慢裂开，无牙的嘴巴夸张的笑起来。道长，这娃咋是这个样子？阴历14产，凌晨40生，好巧不巧，今年又是个该死的400年一次的大户之年。4年4月14生，阴曹地府闹翻天，天意本该胎死腹中。老道插了一手，也于事无补。这娃被不得了的东西缠上了。说完，那老道便走了。你们一家被不得了的东西缠上了。古往今来，阴祸之子活不过4个小时，这娃子死定了，早早下葬，以免多受苦。乡亲们劝说我娘将我早早掐死算了。我娘不断抹着眼泪，她没想到好不容易将我判出来了，结果还是个死命。这时我爷疯疯癫癫的出来，他一把把我抱起，脸上往日痴傻的笑渐渐没了，喃喃道：“阿四，阿四。”我的乖孙，真闪了，老兄弟你醒了。阿四这名字多少有点不吉利呀。忽然我爷转了个方向，然后毫无征兆地抱着我冲向林子里。直到第二天，我在祖坟那边被人找到了，浑身的黑青也消退了，而我爷却死了，尸体倒在祖坟旁，如同经历了千刀万剐。乡亲们都说是我爷爷用自己的命换回了我的命。自此之后，我娘就用了我爷抱着我念叨的那个名字给我取名阿四。阿四，你有病啊！大晚上的讲这种故事。这是真事啊，我娘经常给我讲的。阿四，你这个名字来之不易等之类的。对了，琪琪，明天周末放假你回家吗？不回，村里又没啥意思，还不如多复习下功课。你要回去吗？我姐明天来接我，回去看看。对不起，阿孙，都是阿公害了你。阿公，从小到大你已经保护的我够多了，哪有害我的说法？可今日若非我轻敌，也不会这么草率的把你拉过来。那又怎样？刚刚我可是自己从二爷手上逃出来了。而后，爷爷跟一言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起先，你和100生几人剑拔弩张，但随后，阿孙，你就突然着了迷似的往老宅内走去。我们几人试图阻止你，却先遇到了你二爷。100生3人还以为这是个假扮我的人言主，主动上前操作，结果一个战脸下来，你二爷叫伊世荣，是我的孪生兄弟，他当年信奉邪神，成了人吃。几十年前，各大世家联手将他重伤，却没能杀掉他。我和一波生几人剑拔弩张，这里我知道的，而后的事就没印象了。爷爷又跟一言说起了他还没遇见奶奶时的往事。人吃，鄙人言吃少一个言字，却是指那些主动信奉邪神、拥抱疯狂之人。后来你二爷就不知躲去了何处，但他身上的伤太重，加上一直没有再次出事，世家之人就默认他死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你二爷不仅没死，连伤都接近痊愈。二爷的对手。阿公，信邪神的人会变成伟人吗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一言，你大致知道一下，人言吃是某些未知神奇的眷属，而人吃是信奉那些神奇的人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异类怪异。于世昌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你的符纸拿出来！雨幕中，无数伟人若隐若现，每次雨水的落下，都会让他们的位置改变几许。这儿可不是什么修仙界，别说御剑飞行，法术对轰了，不过是一群普通人在研究什么样的道具能杀掉伟人罢了。说到底，除去伟人的最好时机是伟人认为自己还没暴露身份的时候，只需在这时用上一些小技巧哄骗伟人，就能偷袭得手。可一旦和伟人撕破脸，哪怕世家之人也往往也只有一个选择，跑，还不一定跑得掉。伟人无需任何动作就能出现在你身后，一瞬间要了你的命，凭人力几乎不可能打得过他们。那些围着的伟人村民们显然是不够友好，他们的身形毫无征兆地改变了形状。他们不愿再扮演人类，而是在二爷的安排下充满杀意。你也是人言吃死！阿公，这玩意儿直接砍伟人就行了吗？
血桃木非常脆弱，用力砍容易断了，得用刺的，力道要巧一点。这也能叫武器？还不如我的杀猪刀呢。难怪爷爷说世家用这东西没长进。算了，你们用吧，免得我把这傻叉武器给坏了。一言是吧？好，我记住你了。老大爷，等您能活着回去再说吧。四周伟人发出听不清内容的窃窃私语，令所有人再次紧张起来。文宏，现在是和年轻人吵架的时候吗？万变符术在雨天不好用，你们还有什么办法？我和景光有镇魂铃，车上还有2把桃木剑，但不是血桃木。突然，一名老妪凭空出现在爷爷身后，他的身体十分干瘪，犹如被吸干了血的尸体。阿公，小心后面。阿公，小心后面。死人言吃，百上，你清醒一点。此时，一言注意到了寡言少语的道士和衣锦光。从我见到他们开始，他和道士司机就如局外人一般，既不恐慌，也不参与爷爷和伊文红的讨论。在车上看到幻觉的时候，他俩是不在的。一言，等我的信号，一起冲！反正都已经把世家得罪死了，不如做得更绝一点。我和爷爷不愧是爷孙俩，他的做法实在合我胃口。李世昌，现在怎么办？你好意思问我？你们才是除魔世家的大人物，我不过是个臭算命的罢了。好你个李世昌，把我们骗过来对付你弟弟，自己就没一点底牌吗？我何时骗你们了？我当初说了，是个很不好对付的家伙。你们利益熏心，不把那几个老家伙叫来，还妄想让小辈来抢功顶金，不好！阿孙，快走！还是爷爷自创的万变符术好用。齐国生那把血桃木剑是用6处之血每日灌溉桃树，直至树龄足够，再连根挖起，选择朝向南方的最直的一条树根制成。如此工艺，想想也知道做一个得花多少时间。世家其他一些针对伟人的手段，也大多需要诸多资源制成，而爷爷自创的万变符术，有纸和朱砂就能批量生产。遇到伟人后，一大把扔出去，不比拿剑刺好用多了。面对撕破脸的伟人，也有一战之力。这也是为何世家都想要爷爷的万变符术。李世昌，居然和你孙子一起跑了！此时，熟悉的声音出现在伊文宏耳畔，竟是已经死去多时的伊人三。文宏前辈，救救我！景光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来帮忙！来了！他妈的，怪不得你们2人一直在划水，原来竟是伟人所办。世昌，你居然想和孙子独自逃跑，真是太不够义气了。伊言和爷爷只顾着往前跑，并没有留意后面发生了什么。此时耳边渐渐响起嗡鸣，伊言已经明白，这声音意味着幻觉的发生，或者说他将毫无征兆地进入另一个世界，并对现实世界失去控制。阿公，我可能又要看到幻觉了。那不是幻觉，是真的啊！伊言，你的体质很特殊，还记得我说过有第3种怪异吗？没等爷爷来得及说出下文，二人却看见那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衣锦光，此时拿着个黄铜铃铛，靠在商务车边，对他俩阴笑着。我很清楚，衣锦光也在伟人的包围圈中，我和爷爷是互相配合，走直线距离来到车这里。这人比我们晚动身，居然还能比我们更早到，绝对有蹊跷。景光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我自己从人言痴堆里逃出来了，活了这么多年，有些对付人言痴的底牌，很奇怪吗？哼，那你的底牌还真是够厉害的。先不说这些，一言小子，你居然能从伊世荣手中逃出来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嘿嘿，你不说也无妨，让我猜猜，一言，你能去到世望界，对不对？世望界。此刻一言呼吸骤停，虽然一言第一次听到世望界这个词，却马上明白了它指的是什么。景光，你
之前我就觉得奇怪，难怪那一世荣耀纠缠于你，这下全都说得通了。一言想从车里站起来，却发现安全带好似一条锁链般无法解开。不对，我上车上的那么急，有系安全带吗？难道是长久以来开车的习惯，让我无意识间系上的？那老怪物没能得到的东西，没想到竟然被我钻了空子。只要把你这半人半吃的东西献给那位，我也能得道飞升，从此大道无阻，金享长生。哈哈哈哈！还特么得道飞升？你就是个信了邪教的疯子，国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一言低头看去，那安全带竟是2双紧握在一起的人手，其中一双绕过肩膀搂住他，另一双围着他的腰部，而身后的座椅上原本是颈枕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人头。那开车的司机倒是从刚开始就在静静盯着一言的后脑。我操，什么椅子精？一言，你这副身体能活这么久，你爷爷不知得付出多少代价，说不定啊，他也想在某日用你来得道飞升啊。歪眼老头，有种你放开我，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成死猪？我可不是人言痴那般痴傻，也不是你二爷没来得及飞升就失了神智罢了，先杀掉你再说吧。此刻座椅靠背上伸出越来越多的人手，像捆粽子似的把一言控制住。老头，我们商量一下，先别杀我，我这里有你感兴趣的情报。别废话，莫罗也莫也无也三摩波，莫罗也诺罗也无也三摩波。伊景光嘴里念起一言听不懂的咒文，脸上2只歪斜的眼珠如打了发条般快速乱动，身体兴奋的微微颤抖。一言能感觉到自己手上握起了奶奶的发簪，但现在动弹不得，根本没办法反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言的视野里出现一颗透亮的石英，耳边传来玻璃瓶爆炸般的声响，伴随身后一声怪叫，他被松开了。一言，没事吧？我进到这里要花一些时间。阿公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再晚半秒我就要被开瓢了。没想到世家内部也混进了人吃，那些老家伙是干什么吃的？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万变符术竟有如此威能，不愧是当年的世家天才。都是你自找的，若不是你成了人吃，这东西可伤不到你。人又如何，吃又如何？在他们面前，我们不过都是一群蝼蚁，不能直呼他的名号，怕能闻其话语。他们有着超脱于世界的智慧，一旦接触，就再也忘不掉了。伊景光脸上显出某种未知的狂热，望着车窗外的若隐若现的山林，好似在面对他所说的神奇。那些形态各异的伟人村民们终于是追上来了，只要接触到，能触及他们的智慧、金钱、地位、美人，不过都是虚妄。注视我吧，我愿意为此献上一切。阿公，现在怎么办？你先开车。可是雾太大了，先开起来再说，总比被人言吃杀了强。车后的追逐声一直跟得很紧，伟人的低吼和引擎声奏出令人心悸的乐章。伊言额头愈发冒汗，恨不得自己能山路漂移，不停加深踩油门的力度。突然前方出现一个瘦高的物体，伊言来不及反应，撞了上去。阿公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居然敢骗我！小心！这是无声痴的法器，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东西？无声痴，新的词汇吗？听到了新的词汇，伊言却没有太多时间思考，将发簪拔出，再次刺向伊景光的喉咙。伊言，别管我了，再是妄借死也会死。此时，伊言看到了一个瘦长的身影，是二爷伊世荣。视野里，他的身高大概3米有余，那条长到不合理的道袍上还扎了几块车玻璃碎片。原来，刚刚开车撞到的东西就是二爷。一言阿孙又见面了，要杀就杀，废话那么多。
二爷僵硬的嘴角咧到耳根，俯下竹节虫一般的身体，手里拿着那张血色符咒朝伊言额头贴过来。却在这时，耳边突然响起温柔的女声：“让我帮忙吗？”卧槽，这声音就好像凭空出现在我耳边一样，可能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帮我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。在伊言回应的同时，那娇小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侧边。二爷也察觉到了什么，扭头看去，却在下一刻，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倒飞出去，像折了几折的细长吸管，在地上不停翻滚。可以了，你快出去吧。而后就如入眠一般，伊言的意识逐渐远离，冰冷的液体打在脸上，伊言骤然惊醒。阿公，这里怎么空无一人？地上有一块透明的石英，或许是唯一能证明爷爷来过的东西。卧槽，屏幕却怎么都亮不起来了。看来经历2次碎屏，这部手机终于是寿终正寝了。这里是距离福人村10公里左右的山路上。伊言也惊讶，原来在现实中自己已经把车开出了这么远，四周找不到爷爷的任何踪迹，他老人家人间蒸发了吗？在世望界死也是死，难道在世望界死去的人会直接消失于现实中吗？这也太超现实了。伊言顺着山路往外走去，脑子里却还是一团乱麻。世家、伟人、人痴、爷爷、二爷、红衣少女，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做过的每一个举动都在脑中闪回。要不是真的出现在一辆商务车里，伊言真的会怀疑自己只是做了一个长梦。你们看，那里有人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山路上？要帮忙吗？老先生，我遇难了，手机也坏了。快进车里来，别淋雨了。谢谢，真是帮大忙了。请问几位怎么称呼？我叫郑小玲，这位是杜教授杜有山，还有前面这个是花钱雇来的代驾司机。小玲，我好歹是你哥，怎么介绍到我这就变成司机了？哼，叫你给杜教授的车费打个折都不干，我没你这个哥。小玲，是杜教授自己说不用打折的，哎，世态炎凉啊，20年兄妹情，居然赶不上几个冷冰冰的学分。看着大概是兄妹2人的不停拌嘴，伊言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一些。教授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还去那个村子吗？今天就不去了，先把这个小伙带回县城。几句简单的寒暄后，伊言向几人借来手机，思来想去，却不知要打给谁，因为担心自己的求助会让他们再次遭遇伟人。于是沉默半晌，伊言以记不起电话号码为由，把手机还了回去。哈哈，正常，现在人打电话都用通讯录，谁还记得电话号码？杜教授，我老家边角的山里有个神秘的村子，福人村，一会我们去那里玩一玩。福人村，我就是从那来的，但我不建议你们过去。他们得知伊言是福人村出身后，开始向伊言了解福人村的种种习俗，时间在一问一答中度过。很快来到了就近的县城福化县。教授，我猜福人村的福字应该是由幸福的福演变而来的吧，就跟花山被传成了华山一样。这里最近的县城就叫福化县，很可能是山民迁移后的聚集地，这个猜测很合理。有没有可能是藏着人的意思？哎，不会吧？难道说这村子以前还有什么民间故事、历史事件，像《桃花源记》那样的？哈哈，我瞎说的。得知几人会在福化县住上几天，伊言和他们说好，处理完杂事后一定要请他们吃顿饭，尽一番地主之谊。而后他们就分开了。与几个善良人的相遇，伊言暂时冲淡了失去亲人的悲伤。独处的第一时间租了辆车，径直赶去了边海市爷爷家。爷爷弥留之际说过，他的枕头下放着什么东西。我急需确认这件事情的虚实，不仅是想知道爷爷交代了什么，更是为了证明我之前的遭遇不是幻觉。壬子年寅月初七，贫道伊世昌改进前人术法，自创万变符术，愿此术造福一世世家，除尽天下怪异。
随即，这段话后面又接上了一段钢笔字迹，是一句龙飞凤舞的大白话：“去你妈的世家，老子不当道士了。”我仿佛能看到爷爷年轻时说这句话的神态，不禁弯起嘴角。只可惜，我怕是很难能知道爷爷为何会选择离开世家了，甚至于我的肚子里还有好多疑问，爷爷也无法再向我解答。遗言大致翻阅了几页万变符术，发现内容比想象的要朴素得多，全是白话写的符咒制作方式，只要材料用对，很简单就能做出一大堆来。如果用上现代的打印技术，简直可以像冥币一样批发定制。爷爷之前用的最多的那种符咒被称为诸火符，那个会爆炸的石英被叫做爆冥符石。除此之外，有2样最特殊的符咒：出梦符和入梦符，效果分别是将人从失望界唤醒，以及让普通人进入失望界。爷爷当时贴在我额头上的就是出梦符。我再次翻页时，书页里突然掉出一张信封，字迹很新，一看落款日期竟是前天写的，是爷爷的遗书。遗书中，爷爷简单交代自己财产的归属，而后就是一大段对我说的话，大概的意思是：我算命算到自己命不久矣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这个孙子。这本万变符术以后由阿孙你来处置，要烧要撕要留随你的便，但如果有别人来讨，最好别给他们，要给也得多卖点钱，起码3000万起步。爷爷的性格和我很像，是实在人。他写这封遗书时，或许还认为我能继续过正常的生活吧。等等，按这个意思，爷爷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这本书送给石家当报酬，不愧是他。你祖父真有意思。卧槽，不是说好的鬼谷先师庇佑，怪异进不来吗？姑娘，怎么称呼？我没有名字，可以帮我取一个吗？取名字？我从来没帮人做过这个，怕取的名字你不喜欢。没关系，你要怎么称呼我都可以。那叫你小红可以吗？你这红裙子挺漂亮的。这可是个够大众的名字了，全国人都认识。谢谢。所以，小红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你答应过我的事呀。他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请他帮忙时，我好像说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那现在不会是那种献上灵魂的戏码吧？来吧，小红，随便你怎样。我想要。这什么情况？不对劲，不对劲！难道这小姑娘是那种类的女鬼吗？这样下去，该不会有不能播的剧情吧？我想要这个。嗨，我无聊的幻想肯定是落空了。这发簪只能出现在失望界，但它是奶奶给我的，还救过我几次命，我并不想送给别人。怎奈找我要这东西的，偏偏是另一位救过我的女士，希望奶奶不要介意吧。送你了，你用它扎头发，总比我用它扎人好。谢谢。小红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很特别，杀过很多东西。最初见你的时候，我怕你是来杀我的，但你没有那么做。这位小姐居然刚开始还有点怕我，合着我俩是互相怕。我杀生很多，你能看出来？杀生多的人，就像这柄发簪，可以伤到我们。一言陷入沉默，没想到一份杀猪的工作，竟让他有了特殊能力。这也就解释了之前为何能用刀伤到伟人。小红，希望这样问不会冒犯到你。你是无声痴吗？你们中的一些是这样教我们的。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。之前伊景光说发簪是无声痴的法器，爷爷也说过世间还有第3种怪异。如此，小红这种既不像伟人又不像邪教徒的存在，大概率就是无声痴了。小红，其实我不太分得清你和伟人，也就是人言痴的区别，方便解释一下吗？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笨，我比他们聪明。看出来了，还有吗？不说也不要紧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我更漂亮。漂亮漂亮，你比那些伟人漂亮1万倍。一言赶紧陪笑着附和，然后再一眨眼，小红又消失不见了。我不能出福人村太久，希望还能再见你。还有茶很好喝，谢谢。谁在？你是谁？有病吧？这是我家，
信不信我报警啊？我们是来找伊世昌的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这你不用管，你们是来干嘛的？打扰了，伊老先生说有个东西要给我们，可以先把门打开吗？伊言保持着警惕，将菜刀藏在外套下，开了门。门外站着2个道士，一个中年，一个老年。2位有何贵干？不知小友是伊老先生的什么人？贫道受他嘱托，乃取一书，名为《万变符术》。他一说万变符术，我马上懂了。这些世家的狗东西，消息是真灵通啊！我爷爷才刚走没多久，就来吃人血馒头，甚至还想骗我主动把万变符术交出去，受他嘱托来取，居然还要撬死我。让小友见笑了。伊老先生刚好丢了钥匙，贫道以为家中无人，无奈出此下策。空口无凭，请回吧，不然我真的报警了。那中年道士听伊言这么说，眉毛一横，一副要动手的模样。你这年轻人竟如此不知好歹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不管你们是谁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，你们还是贵族了不成？且慢，小友无需如此，我等告辞便是。我想要。这什么情况？不对劲，不对劲！难道这小姑娘是那种类的女鬼吗？这样下去，该不会有不能播的剧情吧？我想要这个。嗨，我无聊的幻想肯定是落空了。这发簪只能出现在失望界，但它是奶奶给我的，还救过我几次命，我并不想送给别人。怎奈找我要这东西的，偏偏是另一位救过我的女士，希望奶奶不要介意吧。送你了，你用它扎头发，总比我用它扎人好。谢谢。小红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很特别，杀过很多东西。最初见你的时候，我怕你是来杀我的，但你没有那么做。这位小姐居然刚开始还有点怕我，合着我俩是互相怕。我杀生很多，你能看出来？杀生多的人，就像这柄发簪，可以伤到我们。伊言陷入沉默，没想到一份杀猪的工作，竟让他有了特殊能力。这也就解释了之前为何能用刀伤到伟人。小红，希望这样问不会冒犯到你。你是无生痴吗？你们中的一些是这样教我们的。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。之前伊景光说发簪是无生痴的法器，爷爷也说过世间还有第3种怪异。如此，小红这种既不像伟人又不像邪教徒的存在，大概率就是无生痴了。小红，其实我不太分得清你和伟人，也就是人言痴的区别，方便解释一下吗？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笨，我比他们聪明。看出来了。还有吗？啊，不说也不要紧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我更漂亮。啊，漂亮漂亮，你比那些伟人漂亮1万倍。伊言赶紧陪笑着附和，然后再一眨眼，小红又消失不见了。我不能出福人村太久，希望还能再见你。还有，茶很好喝，谢谢。谁在问你？你是谁？有病吧？这是我家，信不信我报警啊？我们是来找伊世昌的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这你不用管，你们是来干嘛的？打扰了，伊老先生说有个东西要给我们，可以先把门打开吗？伊言保持着警惕，将菜刀藏在外套下，开了门。门外站着2个道士，一个中年，一个老年。2位有何贵干？不知小友是伊老先生的什么人？贫道受他嘱托，乃取一书，名为《万变符术》。他一说万变符术，我马上懂了。这些世家的狗东西，消息是真灵通啊！我爷爷才刚走没多久，就来吃人血馒头，甚至还想骗我主动把万变符术交出去，受他嘱托来取，居然还要撬死我。让小友见笑了。伊老先生刚好丢了钥匙，贫道以为家中无人，无奈出此下策。空口无凭，请回吧，不然我真的报警了。那中年道士听伊言这么说，眉毛一横，一副要动手的模样。你这年轻人竟如此不知好歹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不管你们是谁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，你们还是贵族了不成？且慢，小友无需如此，
我等告辞便是。两人转身离开，那中年道士却是狼顾般回着头，凶神恶煞地看向遗言。那些施家的人似乎比我想的更看重这本万变符术。爷爷家中并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，他所有积蓄都在一张银行卡里寄存在我大伯家中，这是我们家的人都知道的。遗言找来找去，最后只拿走了2把锋利的尖头刀。离开之前，看向厅堂里的鬼骨像。鬼谷先师，阿公拜了你大半辈子，你却不佑他。若你真的存在，让他在上面有个仙班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从爷爷家离开后，遗言又马不停蹄地往服化县赶去。毕竟跟杜教授几人说好要请他们吃饭的，但事实上，遗言的状态很糟糕，各种内忧外患的冲击，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疲惫，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模式起了些变化，理智在逐渐崩塌。这种状态下，我说不定真的会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傻事。喂，遗言，你公寓那边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都上国家新闻了。知道，你来公寓的那天死的。我去，太特么吓人了！我刚在网上看了没打码的图，尸体那叫一个惨啊，全是刀口子，手还被剁了，据说凶手还没找到。遗言，你咋不惊讶啊？今儿又干嘛去了？没什么，回了趟老家，差点嗝屁了而已。哦啊，差点嗝屁，啥情况啊？你又遇到伟人了？算是吧，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来找我。行，你忙吧，我先挂了。卧槽，后面那辆黑色面包车怎么跟了我一路？不论我加速减速，他一直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，但就不超车，怎么看都有问题。一定是世家的那群臭道士，他们应该不至于在高速上动手吧？万一我车毁人亡，书也有被烧的可能。遗言再次看向后视镜，跟着的车突然不见了。当他把注意力返回前方时，却发现右侧车道上出现了一辆商务车，并驾齐驱，是他和爷爷前往福人村时坐的车。不同的是，此时那辆车上挂着白绫花团，车头粘着一个电字，赫然成了一辆灵车。而那驾驶座上没有坐人，只有一双血淋淋的手握在方向盘上。卧槽，这该不是又道士忘记了？以后一定要多做些除梦符，哪怕是为了我未来的生活，也得保护好那本万变符术才行。还是先加深油门，看看能不能甩开这辆灵车吧。卧槽，这辆灵车就好似和我绑定了一般，总是能和我保持相对静止。忽然，从灵车后排出现2个熟悉的身影，伊人三和伊有路。他们面朝遗言的方向，却由于某些物理上的原因看不出表情。伊人三的脖子被拧成麻花状，一双眼睛被是神经晃悠悠地吊着，整张脸皮像是小孩穿歪的毛衣，五官歪七扭八，没有一个在正确的位置上。伊有路也是保持着死时的模样，鼻子和耳朵被平整地割去，嘴唇脸颊消失不见，却看不到一颗牙齿，舌头、眼睛、头发也毛都一根不剩，犹如没装上五官的硅胶半成品。遗言，我的眼睛，帮我装上去。遗言，我想要你的舌头。他妈的，两人一个没有舌头，一个嘴巴歪斜。我也是服了这些低级伟人的智商，要装人起码装正常一些的吧。真的觉得有人会信那副惨状的家伙是真人吗？要不是我现在在高速上，恨不得一菜刀就把这两货捅了。但我遭遇的最大困境也在于此，一旦来到失望界，我就无法控制在现实中的动作，更无法判断在现实中遭遇了什么。两人的敲窗声愈发急促，变成了令人烦躁的节拍。遗言忍无可忍，抽出菜刀指向他们。妈的，两个臭道士死了还不安生，给我回灵车去！遗言，你跑不掉的！哈哈，遗言，你也疯了！哈哈哈！你们这些家伙，真当我是好惹的？跑不掉的，你跑不掉的！妈的，都给我死！哈哈，你也疯了！你也疯了！
你们这些家伙给我闭嘴！伊言歇斯底里的大喊，不停地往两人身上捅刀子。他们的身体不停抽搐，却依旧不愿闭上臭嘴。忽然，伊言感到身体遭受了巨大的冲击，整个人被惯性带往前方，视野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除颤器，快拿来除颤器，抓紧时间！卧槽，这朦胧的话语好似隔了一座山那么远，我好似躺在云端，轻飘飘的，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。若是死亡有触感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吧。可我为什么死呢？哦对，我出车祸了。医生，醒了，107号床的病人醒了。小妍，妈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伊言，你没事就好。爸妈，我怎么了？你出车祸了，昏了好几天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这样了。请让开一下，我给您儿子检查。医生，我躺了几天？3天吧。哦，谢谢您救了我。应该的，不过也是因为你命大，一般人遇到这事，别说成植物人，10有8九在现场就没了。嘿嘿，妈，我外套呢？外套？哪个外套？你的外套可能跟汽车一起处理掉了吧？我和你爸都没有看到。卧槽，爷爷的万变符术以及遗书居然被我毁了，我恨不得甩自己2巴掌。伊言，你没事比什么都好，不要管那些身外之物了，而且你的手机也还在。爸，那可比手机还重要。是。话说一半，伊言突然留意到了病房的电视，正在播放晨间新闻直播。倒不是直播内容吸引了他，让他在意的是主持人提到的日期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是公历5月25日。卧槽，不是说我昏迷了3天吗？我清楚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二爷的葬礼是在5月21日，和爷爷一起去福人村除魔，应该是在5月24日。如果说又过了3天，今天应该是5月28日才对。爸，我手机呢？伊言，你别下床，我帮你拿。伊言刚接过手机，就感觉背后一凉。这部手机不是新的，是用了很久的那部。点亮屏幕，日期显示着5月25日。一瞬间，伊言感觉大脑死机了一般，无法思考发生了什么。爸妈，我是在哪出的车祸？在山路上啊。山路不是高速路上吗？不是啊，是去往老家村子的山路。伊言心跳突然加速，嗓音提高，因激动而微微颤抖，因为担心自己会听到想象的那个答案。福人村，福人村到了。病人刚醒，记忆有点错乱，很正常，你们多交流一下吧，我等下再来检查。小妍，你放松一点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3天前你去参加爷爷的葬礼，那天下大雨，发生了山体滑坡，你连人带车坠下了山，现在葬礼暂时搁置下来了。什么？我不敢置信自己听到的事情。那二爷呢？还有世家的道士们呢？万变符术呢？小红呢？这些全都是假的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伊言强忍着心中的烦躁，一句一句向父母确认每一个疑问，结果得到的是从5月21日以来的所有经历不过是一场虚假的长梦。爷爷是寿终正寝的，遗体还在福人村等待下葬，这几日让他困扰的一切都是假的。爸妈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伊言，经过这些天的治疗，你的身体无碍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小妍，多吃点，下午我们要继续参加爷爷的葬礼。是啊，伊言，虽然你现在刚出院，但爷爷的遗体不能放太久。伊言点头答应，在饭后再次前往了福人村，但这次不是伊言开车，是爸爸当的司机。一路上的景色和印象中的别无二致，甚至在路过某个弯道时，伊言马上认出这里是把世家的商务车开翻的地方，也是后来遇上了杜教授几人才把他带回了县城。我还记得郑小林的手机号，而如果之前的经历都是假的，这个人应该完全是虚构的才对。喂，伊言，有什么事吗？小林还记得我说要请你们吃饭吗？记得呀，这么快就要请我们了，等我回福化县。伊言挂断电话，忍不住勾起嘴角，看着车窗里自己的倒影，脸颊上有一条细细的刀痕，玻璃倒影中的自己便回了在高速路上的装束。
能摸到外套下的万变符术以及腰间的2把菜刀。比起郑小玲的电话，让我最掀起疑心的反而是我爸妈。现实中，他们并不是会这么关心我的人。我看到的不过是我期待中父母的模样。万变符术入梦符的介绍页面，爷爷写了这么一段话：是妄界万人万象，怪异之流能改变是妄界的形态，甚至可还原记忆中的五感。此符为常人进入失妄界提供途径。注意，失妄界中怪异甚强，极其危险，非特殊原因慎入。确实，驱除伪人在现实中就行了。出梦符和入梦符对普通人和除魔世家其实完全没有用处。如此看来，若这符纸不是爷爷奶奶年轻时优惠用的，大概就是他俩相遇的契机吧。遗言不动声色，继续坐在车位上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要继承爷爷的衣钵，继承万变符术，当除魔人，甚至要弄出点名堂来，跟那些世家人对着干，才能彻底报爷爷的仇。小妍，给你爷爷磕个头吧，要4下。一言，快来，听话。卧槽，或许是因为目的即将达成，这2位也开始露出了马脚了，不停催促着我。爸妈，你们还记得我7岁那年给我熬的茶菇鸡汤吗？当然记得，你那时候喝了3大碗呢。一言，那时候的茶菇还是爸爸亲手摘的，可新鲜了。是啊，可是在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喝过了。不过还是谢谢你们，让我看到了理想中父母的样子。遗言甩着菜刀上的黑血，看向棺材，表情突然冷下来。别装了，让我看看这回是哪个人想扮成我阿公。一阵沉默后，棺材里的爷爷突然瞪大双眼，直挺挺地坐起来。他的外貌发生了变化，如橡皮泥般扭曲，变成了衣锦光的模样。那2把刀又是什么法器？为什么能杀掉人颜痴，